多少钱？5文钱一个。谢谢。找您钱。给我这个看看。好嘞，我也弄上。大人请看。咱护卫这是何意？大人可曾看出这2枚制钱有何不同之处？这2枚制钱除了一新一旧之外，并无不同啊。公孙先生，你拿着试试。这2枚制钱的重量的确不同。不错，差距虽然不大，重量的确不同。旧钱使用日久，或是沾上污渍，或是铜钱生锈，因而变得较重，也不无可能啊。这些都是旧钱，重量也差不多。可是让属下觉得奇怪的是，新钱反而比旧钱重。新钱是重了些，这就有违常理了。朝廷所发的制钱，虽由专司专责的钱监负责整理，但每一枚铜钱轻重分量难免会有不同，这也不足为怪呀。可几乎每一枚新钱都比旧钱重，而且版面花纹也略有不同。属下认为，这就是不寻常之处。这新钱的花纹略为粗糙，而且重量的确有所不同。不可能，新钱出厂之前，都派有专人负责查验，若有瑕疵，当即销毁重铸，不可能流入市井之中啊！大人，可这些制钱都是属下从市集换回来的。哦，难道说是伪造假钱？大人，昔日的确是有不孝商人私铸假钱图利，但是因为制钱的价值太低，若是不能大量流通，则获利有限，理当不会有人甘冒杀头之罪才是。就算有人贪图这不法利益，只是如今既已流入市井，恐怕也难以追查来源。可根据属下的观察和摊贩所言，使用这些新钱的都是营中的士兵。市集就在军营的附近，每个摊位都收了不少。哦，真有此事？大人，难道这假钱的来源竟在登州禁军之中？大人，这件事是否要追查下去？倘若真是借军营之便大量流通假币，则此事非同小可，非但影响朝廷财政，甚至动摇国本，远比登州通判是否真是病故身亡更要严重许多。此事当然非查不可。
你二人分头查访的结果如何？根据市级摊贩的说辞，使用这些新钱的，并不是特定的几个官兵，而是全营官兵都在使用。学生在营中也略作打探，官兵手中的新钱，也都是在军饷发放的时候领到的。哦，如此说来，营中的军需官员所发放的竟然是伪币。正是。那一定是军需官员使用假钱图利。不能如此断言。或许正如展护卫所言，他们违法图利，也或许连他们本身也茫然无知，根本就没有察觉到所发出去的是假币。大人可要立刻召胡方前来问话。不，天色已晚，多有不便，暂且不动声色，待明日一早再带他前来询问。难道大人怀疑他涉案？不会吧？胡方把军队整顿得很好，按理说，应该不会做这种事。并非本府对他有所怀疑，然而却也不能完全排除他涉案的可能。可胡方手底下有2500人，从中又能获得多大的不法利益呢？哎，如果涉案的不仅是登州步军，而是在市井上广为流通，那就可观了。如今不宜妄加臆测，无论假钱的来源为何，流通多广，既然是在此地发现假钱，就必须由这座军营查起。包大人召末将前去，可是打算离开军营了？包大人在此地还有未了之事。什么未了之事？召你进帐，就是为了此事。展大人可否透露一二？你担心什么？不是末将担心，包大人一向行事周密，言出必行。突然决定留在军营，必然是有极其特殊的情形发生。如果事先能够有所准备，总是好些。只要你行事端正，问心无愧，自然一无所惧。是。末将参见包大人。胡指挥免礼。末将若有怠忽职守之处，请包大人惩处。哦，你有何怠忽职守之处？这，末将不知。既然不知，何来惩处之说？大人召末将前来，想必是查出末将有所疏失。胡指挥不要多心，大人召你前来，自然是有话相询，却未必是胡指挥的疏失。是。请教胡指挥，官兵的军饷都是由何人在何处发放的？是由军需发放，登州步军各营分驻各地，也都是由本部军需前往发放的。本部军需又驻守于何地？回包大人，就在此地军营之内。好，你带本府前去。包大人，莫非是军需出了问题？本府只是前去查询，而非判定，你不必焦虑。末将。胡指挥，带路吧。是。启禀包大人，他们就是营中军需。参见包大人。本府前来是查询营中财务之事，你们要据实回复公孙先生的询问。是。请问军饷是哪位负责发放的？是属下负责发放。
官兵军饷有整有零，那制钱是由何处兑换来的呢？制钱是由朝廷发放的，已经储备零钱，不需另行兑换。哦，那你手边还有没有未发出去的制钱？哦，军中用度也需用制钱，这些都是尚未开封的。可否打开让我看看？当然可以。这些制钱可是由京城直接运送来的。公孙先生，登州禁军军饷虽说是朝廷拨发，却是由登州湘军转发。禁军直属朝廷，湘军隶属地方，两者之间又怎会相互牵扯？启禀包大人，登州地处沿海，禁军中除了有步军、马军，还有部分善于求水的虎翼军驻守沿岸海防，而且驻地分散，路途遥远，运补不易。依惯例，均是由登州湘军代转发放。原来如此。湘军的指挥历由地方知州兼代，登州可也是如此。回包大人，登州湘军正是由知州程元兼任指挥。本府明白了。公孙先生可还有疑问？是。这批新制钱，你们可曾发现有何不同之处？回公孙先生的话，这些都是本月刚到的，我们也觉得重量似乎重了一些，而且花纹图案也有些不同。你们可曾提出质疑？哦，有，但是登州湘军说这些都是新版新铸，原来就是如此。公孙先生，应该不会错，麻烦你们了。大人，学生已经问完毕了。既然如此，随本府回帐。包大人，胡指挥可是心中大惑不解。是，请包大人开示。朝廷铸造官钱有一定的规范，官钱改版是何等重大之事，若非必要，又怎会轻易改变呢？包大人是说，官钱改版牵扯甚广，必定会先期通报周知。官钱根本就未曾改版改铸，那些制钱都是伪币。大人，末将对此事绝对一无所知。胡指挥，你不要惊慌。要是大人怀疑你的话，就不会告诉你了。方才当着军需官的面，若是说的太多，恐怕会引起骚乱。你坦然让本府前去军需查验，足可证明你心中不虚。本府自然对你不再有所怀疑。谢包大人对末将的信任。伪币既有来源，循线追查必定能有所获。此事不宜声张。末将绝不敢透露半句。那就好。大人要追查此案，可有末将效命之处？眼前没有，若有需要军队支援，本府自会随时通知。末将随时待命。本府暂留你营中，待明日确定追查方向之后，再定行止。是。我给的期限可没剩下几天了，能如期交货吗？刁掌柜放心，现在已经完成了8、9成了，最多再有3、5天就可以交货了。
好，这批货完成之后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多谢刁掌柜。不过我话可说清楚，这是你和我之间的合作，和成员没有关系，否则他就得分你的那一份儿。是，我明白了。好，我走了，你盯着他们干活吧。是，请。刁掌柜，走好，告辞。副指挥，铜不够了。铜不够了，那去库房提就是了。这点事也来找我？不是说用上一批淘汰的熔调再用吗？谁说的？啊，放着现成的铜钱不用，熔掉多浪费啊！哎，叫你去库房里拿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是。到手的好处，不要白不要。大人，属下有一件事情一直不太明白，大人可否指点迷津？展护卫，请说。朝廷铸造发行的官钱是铜钱，可是铜的本身价值就很高，甚至超过了铜钱本身。可是为什么还有人挖空心思铸造假钱？当中难道还真的有利可图吗？展护卫说的不错，铜贵钱鉴的问题由来已久，朝廷也正在研拟解决之道。不过，既然有人私铸假钱，必然是有利可图，所以才甘冒杀头之罪。大人，民间常有人把铜钱融化之后取其原铜，再经过加工制成铜器，其价值反而超过了铜钱本身的价值。连朝廷的钱监里都发生过融化旧钱、铸造新钱的情形。大人，学生方才在研究这个假钱的成色。如果有人把真钱熔掉，取出原铜，在铸造假钱的时候减少铜的分量，这其中的差异便是利润之所在。不错。公孙先生能否说得明白点？好，钱监在铸造官银之时，铜占6分，锡铅合占3分。倘若把铜的成分降低至2分，将锡铅提高至7分，那么在扣除铸造之时的火耗、人工、磨损，1枚真钱足可以制造出2枚假钱而有余。原来如此。这些新钱所以比旧钱重，就是因为铅的成分放多了。很有可能。如果把这些假钱重入熔炉，确认其中铜、铅、锡各占的分量，就更加明确了。可是此地既无熔炉，又无工匠，又该如何查证呢？不，此地就有。军中的兵甲辎重，甚至于马蹄铁，都必须要自行熔铸锻炼。胡方这座军营之中，必定也有所需的物资。明日要他派人前来协助，便可查证明白。那查清楚之后，对案情有何帮助？查清成分之后，一则可以估算其利润，而推测其流量；再则可以从铜、铅、锡这些材料来源追溯出可能铸造的地点。
总之，此案若要追查，就必须多方查证，齐头并进。就以公孙先生之法，先查明铜钱的成分吧。是，学生明日立刻去进行。属下可以保证，50万枚铜钱可以如期交货。好极了！一旦这50万枚铜钱铸造完成，立刻把它分发到全国108处钱庄。让各个钱庄先用5000枚试用，如若没人察觉，就照此方法让各个钱庄自己铸造、流通。是，属下确信，这批铜钱谁也不会发现是假造。好，朝廷每年要铸造200-300万贯铜钱，可是经过四海钱庄流通的，要占他朝廷的1/10。这么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财富，试问天下何人能敌？庄主真是雄才大略，只是每贯有770枚，那就是770枚铜钱，1年下来，岂不要造将近2万万枚？只要善用地方官府的湘军，何愁达不到这个数额呀？是，属下多虑。不过，这个事绝不能让那个程元知道。这个程元呐，利欲熏心，贪得无厌。一旦让他知道了，就会给咱们招来无穷无尽的麻烦。庄主放心，属下已经稳住了商州湘军副指挥郑浑，利字当先，他不会分给程元1倍更多。好，程元是个贪官，早晚会出问题。我们要未雨绸缪啊！是。少爷，您就别再愁了。展公子不是已经答应帮你查他们了吗？他虽然有心帮忙，但是这样查法充其量只能查出程元的确有官商勾结之嫌，却难查出实际的证据。我还是无法告发他。少爷，那个叫徐谦的老头又来了。是吗？哎呀，唐福啊，他毕竟是朝廷命官，又与我爹旧识，你还是要礼貌称呼才是。好，我一定改口。快请他到厅中说话。是。请展公子一同前往大厅。是。徐师伯，小侄不是请你千万不要冒险前来吗？为什么你又来了？这件事太重要了，冒再大的险也得来呀！真的吗？请上座。
什么事情如此重要？哦，那成员假借朝廷抗敌的名义强征粮食的事，你可知道？小侄听说了，可是苦无证据。我真不明白，收那么多粮食有什么用？他们又吃不完，害那些农民没有东西吃。哦，他把强收来的粮食囤积起来，然后利用收成不好、普遍缺粮的时候，用粮商高价售出图利。他在登州已行之多年了。什么？这种黑心钱也敢赚？与民争利本就不该，囤积居奇更是奸商所为。这成员的确胆大妄为，无法无天。这些事情登州百姓人人皆知，却查不到他的证据。今天总算老天有眼呐，让老朽查到了他囤积粮食藏匿的地方了。太好了，有那些粮食做证据，看他如何抵赖。就在此地。你看，这是座民宅，成员为什么会把粮食囤积在这里呢？哎呀，错不了。如果不确认，我也不会来通知你们了。老先生既然这么确定，那我们就进去吧。哎，如果是成员真的把粮食藏在这里的话，我们进去查看是理所当然。要是没有，我们岂不是擅闯民居啊？哎呀，你要是顾虑那么多，就什么都别管，随成员爱怎么整就怎么整吧。快，跟上！好吧，我们进去。什么人夜闯民宅？猪骨头，原来是唐大人。我快来报说此处有灯火人生，没想到竟然是唐大人。大人深夜至此，所为何事啊？猪骨头，本官听说此处暗藏玄机，故而特地前来查看。大人弄错了吧？这座民宅被州衙没收充公闲置已久，应该没什么可查的。猪骨头经常进去？不，查封以后我从没进去过。那你怎么知道没什么东西可查？这猪骨头，既然你都来了，何不把大门打开检查一下？岂不是让大家更加安心？不行，这是州衙查封的公产，没有程大人的指令，谁也不能查。大胆！不敢！通判与州官同掌州政，难道在你眼中没有本官这个登州通判吗？属下不敢。既然如此，把门打开。是，属下遵命。是。原来徐大人也来了，难怪唐大人出来登州会在晚上跑到这儿来。展公子，查出什么来了？唉，一座空屋能查出什么呢？好了，我们算是白跑一趟了。朱大捕头说的一点都没有错。唐大人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的？属下立刻遵办。还有，好了，我们不要耽误朱大捕头的时间了，走吧。走。
属下恭送唐大人。把门封起来。是。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追问朱刚呢？哎呀，因为屋里头没有东西啊。哎，不可能啊！明明有人告诉我，看见衙门里的人把粮食运进去，白天我还亲眼看见有人进出的。屋里头的确没有东西，不过我却找到了这个。这是哪儿来的？地上捡的。嘿，我就说没错吧？哎，可是刚才你为什么不提呀？对啊，当面问他，看他还有什么话说。哎，那有什么用？他们可以找出100个理由推脱，在没有找到赃物之前，还不如不动。没错，不动声色是最好的。不过程元应该有所察觉。徐老伯，你暂且不要再有动作了。我还是想不透啊。屋里藏的粮食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呢？老人家，你放心，我们迟早会抓到证据的。一有任何消息，马上告诉徐老伯。你一定得查出来呀，否则老朽死都不会甘心呐。老伯放心，事职一定全力以赴。那老朽就拜托了。我们走吧。好，你做得非常好。你及时把粮食搬走，让他们扑了个空，实在是头功一件。属下一直派人盯着徐谦，才能够掌握先机。徐谦这个糟老头子，实在是坏事儿。看来是留他不得了。要不要属下派人把他给处理掉？哎，不，这种事情还是让他们去做。即使出了问题，也查不到我们头上。除掉徐谦容易，你真对付得了唐真吗？下官有把握把他拉拢过来。好，你有把握就好。徐谦交给我们办，你去吧。是，下官告退。如果指望你，我还怎么闯出天下？段武在，徐谦就交给你办了。是。庄主，那唐真呢？如果他真的敢跟我作对，恐怕这登州又要换重看了。这些人的动作也还真快，一屋子的粮食一下子全搬空了。对啊，害我们白跑一趟，还被他们取笑。一定是徐谦的行踪被朱刚发现了，所以提早一步转移证据，让我们扑了个空。唉，现在要查程元的罪证，恐怕就更难了。其实程元超征粮食，还有勾结李坤，都是为了图利。如果能够找到他贪赃枉法得来的不义之财，或许就能够找到他的罪行。对，程元在登州任上为时不短，这么多年来的贪渎所得，势必不是小数目。如果我们能够查出他无法解释来源的财富，就可以作为他贪渎的证据。这笔财富不会放在身边，也不会送回原籍，因为都有被追查出来的可能。寄存之处必须让他觉得安心可靠，
又可以避人耳目。四海钱庄，不错，大有可能啊。但是，我们该怎么去查呢？雨卓，啊，少爷，你昨天睡得不好吗？少爷，你说自从到登州以后，我哪一天睡得好过？那是为了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总之每天都有一大堆想不通的事儿，就连睡觉的时候都在想，又怎么能睡得着呢？想不通就不要想，可是不想不行啊，每天都要面对，真烦人。那些事情你都不要烦，都是我的事情啊。少爷，我是在替你烦啊。以前我们在京城的时候多好啊，一点烦心的事都没有。少爷，不如我们回去吧。你在胡说了。登州通判是皇上钦派的，怎么能说走就走？再说了，事情还没查出个水落石出，就算朝廷请我回去，我也不会回去。以后别再胡说了啊！我只是说说而已嘛。雨竹，是少爷，我以后不说了就是了。长公子。你们两个一早在这儿干什么？长公子，少爷刚才在教训我呢。哦，那一定是你又惹什么麻烦了。没有啊，我只不过打了几个哈欠而已。什么？唐真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我想跟你说说四海钱庄的事。嘘，晚上听你说吧。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啊？闭上你的嘴！走了。刚才不合适说，现在说吧。刚才为什么不合适？我说通判大人，你真的把这里当作是你的通判府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很简单，这里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是成员从州衙里派来的，连门口的守卫衙役也不例外。你真的以为他们不会把我们说的话、这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向成员汇报吗？我怎么没有顾虑到这一点呢？唉，就连徐谦的事也是如此。如果不是他们向成员汇报，成员怎么会知道徐谦来找过我们？又怎么会提早把那些粮食给撤走呢？那我们该如何是好啊？哎，对了，少爷，可以让他们都离开啊。离开？他们都走了，这里的事谁干啊？这么大一座通判府，光是打扫就能把你和唐府给累死，更别说是吃饭烧水了。总而言之，让他们离开是行不通的。可是有他们在的话，岂不是永远摆脱不了成员的监视？再说，怎么去查成员贪渎的情形？万一他……我相信事情还没有那么严重。现在成员应该还不敢公然对你不利，只要我们平时说话小心点就行了。等包大人他们到了，有那些士兵帮忙，再让他们离开也不迟。现在只能这样了。现在你可以说四海钱庄的事了。
昨天夜里，我们推论成员会把不法所得存在四海钱庄里面，但是又怎么能证实呢？账册。账册？你是说四海钱庄的账册？没错。钱庄会把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地记在账册上。账册不但能够查出成员究竟贪了多少黑心钱，而且也是最好的罪证。好，那我们快去查吧。四海钱庄会把账册给你吗？好像应该不会哦。当然不会。可是官府的力量又在成员的手上，我们也无法以官府的名义强制他们交出账册呀。想拿出账册也不难，只是不能够用你的方法，而是采取江湖手段，把账册给偷出来。不，那怎么行啊？怎么，你有更好的方法？这叫做权宜之计。你放心，这事儿就交给我办。你这位朝廷命官登州通判，只要负责查账就行了。雨竹，又轮到我们出马了。啊？这里边还有我的事儿啊？你不要怕嘛，既不是要你去偷，也不是要你去抢，你只要陪我去查一查四海钱庄的底。哦，好吧。我们进去？不进去我们来干什么？那我们进去干什么？我问你，钱庄是干什么的？存钱或者提钱啊？没错，我们来存钱。你有多少钱要存啊？昨天我们赢了多少钱？哦，原来你是……银钩赌坊和四海钱庄是同一个老板李坤，我这叫做拿他的骨头熬他的汤。拿去。下一个，哎，我，该我了。好，哎，好，你的，好，下一个，哎，我，好，你点好了，下一个。您喝茶。请你们的掌柜来一下。张公子。下一个。先生，有人找你。这位公子，你就是掌柜？不，在下是账房，你找我们掌柜的，是？我找的是他，你不行。有什么事儿交代我办就行了。是吗？你确定我要说的事情你接得下来？还是去请你们掌柜的来吧。这公子要找我？哦，啊，原来是展公子啊！我们是不是见过？当然见过了。那天在迎宾楼给唐大人接风的时候，在下与展公子是同桌。哦，是你呀！你叫……哦，在下刁赞，是四海钱庄登州分庄的掌柜。原来是刁掌柜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姓展？哦，迎宾楼、四海钱庄、银钩赌坊都是我们李庄主的产业。展公子的大名，我们是全都知道。原来是这样。
长公子是要提领现钱呢，还是转会呀？我是要在你的钱庄开个户头。玉竹，是。带着小兄弟去柜台给展公子开个户。好，请。展公子与唐大人联袂来登州，唐大人当然是任其届满才会离去。不知展公子会不会常驻登州啊？刁掌柜是欢迎我还是不欢迎呢？当然是欢迎之至哦。那就好。我来你们钱庄开户呢，就是希望钱庄的银子日益增加，所以当然是待得越久越好了。你说是不是？哦。展公子在登州有生意啊？我刚来，还没有什么打算。不过，听说你们李庄主家大业大，是否可以指点一条明路？是，在下一定转告给庄主，让他给展公子留意着。那就有劳刁掌柜了。好说。有意思。哎呀，他从段武那儿赢了钱，又存进了我的钱庄，明摆着他是想在我这儿发财呀。他话里的意思，也是在暗示想从庄主这儿拿点好处。他拿什么？那是替唐真拿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唐真表面上是一本正经的，可却通过展云来跟我沟通，这就对了。他比程元可要高明多了。那他不走程元的路子，却到钱庄来，又是什么缘故？那是因为他已经看穿了程元不成气候。这样的对手，才能有机会成为我的合作伙伴。必要的时候，让他来见我。是，属下明白。严东，你也不必对展云花费功夫了，他只不过是唐真的接线人。我还是会试试。好，随你。不过不要结下仇，将来都是自己人，不好见面呢啊！公孙先生，还需要什么，请尽量交代。不用了，这样就行了。多谢胡指挥。包大人把那些铜钱融化了干什么？胡指挥，包大人做事自然有他的道理，这些胡指挥就不必过问了。是。我还有事要向包大人禀报，胡指挥，公忙去吧。是。哦，铜的分量果然只有2分。是的，和学生的推断完全相符。如此说来，每一枚铜钱，在经过熔销重铸之后，的确会有1枚多的不法利益。这也难怪会有人铤而走险了。可他们想要庞大的利益，必须要大量发现。80万禁军，每人10枚，就有800万枚。难怪他们会用发放军饷的方式，让假钱出手。不，以他们的力量，应该没有办法掌握全军军需的发放，而且以质量的粗糙而论，会很容易被发现。不错，若想掌握全军，除非连三司及枢密院都有人参与其中。
应该不至于如此啊。或许只有少数的军营地区才有这种情形发生，应该还有其他的流通方式。可只有军队才能有这么大的流量。铸造假钱的人，难道还掌握了其他更好的方式？流通的方式必须要顺理成章，而且能够确保不被察觉，的确不是很容易。大人，学生以为追查的方向应该指向必须大量使用铜钱的地方。溯本追源，不妨就由发放伪币的登州湘军查起。大人，由此处前往登州城，不止1日的路程，至少还需外宿5夜，方能在明日中午以前抵达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即刻启程。账册藏在2楼，天黑之后我就去拿。唉，我也没有别的主意，哎，就由你吧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一件事。什么事情？我把你给卖了。把我卖了？我让他们觉得你有可能和他们合作。什么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哎呦，你别急嘛，我只是想试探一下，也想借这个机会再去见见李坤，多摸出一点线索来。哎，等包大人来再说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包大人很快就会来到登州，他一定会有更有效的方法抓住李坤和程元的罪证。哎，你是对你自己没信心，还是对我不放心啊？如果这件事情包大人来处理，当然最好。可是你就永远没有机会磨练自己。如果什么事情都推到包大人身上的话，那皇上为什么还要派你来登州当通判呢？对，在下惭愧。你也不要沮丧，慢慢来。我相信啊，你一定会是一个负责尽职的好官。展公子，展公子，我们现在去什么地方？我们现在哪儿都不去啊！而且就算要去啊，也是我一个人去，用不着你。为什么？我刚开始觉得有意思，怎么又不带我去了？因为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去的地方都会有一点危险，所以呢，你还是留在你家陪你公子吧。站住！我叫展云，我来找你们李庄主。哦，他竟然找上门来了。属下这就把他打发走。用不着，看看他说些什么，让他进来。是。慢着，我去试试他。好，不过出手要保留点儿。
庄主。他要试，就让他试。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哼，多摸清楚一点对方的底细，总是好的。你找庄主。你是欢迎我，还是盘问我？听说你能打2下，我来试试你的身手。哦，原来李庄主的待客之道就是让看门狗来吓唬吓唬客人呐。你用刀还是用剑？看你的模样，也用不了刀。这是第1刀，再试试第2刀。这是第2刀。我准备接你第3刀。不到生死相搏，我不会用第3刀。你是说我们不打了？你是来见庄主的，我只是试你，不是杀你。请。展公子稀客呀！李庄主不会责怪在下来的鲁莽吧？哎，当然不会。自从迎宾楼一别，老夫对展公子可是想念多日啊。哦，李庄主该不会是对在下当日的表现还耿耿于怀吧？老夫岂是那种斤斤计较之人呢？李庄主果然是大度能容，这样在下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跟李庄主谈正事了。老夫正要请教展公子的来意呢。其实很简单，我相信刁掌柜应该已经向李庄主面报过了吧？不错。庄主当然是十分愿意合作了，不过是不是唐大人出面会更好一些呢？刁掌柜这个话就外行了，唐大人有唐大人的立场，毕竟他是皇上派来的通判，有些事情啊只能够说，不能够做，所以当然是由我出面反倒好些。不过李庄主大可放心，
我既然出面，就可以全权代表唐大人和庄主做任何方面的合作。这好，够干脆。那么就请展公子再干脆点儿，打算怎么合作呀？唐大人的要求也不高，程大人的标准如何，就比照办理吧。照这么一来，老夫岂不又增加了1倍的开支？请问展公子，老夫为何要如此啊？因为李庄主可以和以前一样维持生意兴隆，而且不会有麻烦。哼，老夫要是把这个麻烦交给程大人处理呢？恐怕程大人还没有这个能耐呢。照这么说来，老夫就得照单全收了。也不尽然，如果李庄主愿意，唐大人可以让庄主仍然只付1份开支，不过付的是我们这一份。好，有胆识。不管将来能否如此，老夫愿出2份。小子，属下在。在钱庄也给唐大人开立一个账户。好，等一下。就用在下的户头吧。李庄主认为四海钱庄有唐大人的户头合适吗？好，展公子考虑的是很周到啊。哼，不敢，在下只是为唐大人设想。好，德赞，就按展公子的说法去办。是。庄主，在下任务达成，还得回去向唐大人回报，就先告辞了。好，展公子请。德赞，送客。是，请展公子。他的武功很高，连我都没有试出他的深浅。哦，这倒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。不过，我却发现了另外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啊？她是个女的。什么？展云，你回来的正好。徐谦派人来传话，说约了几位退休的老臣，明天和我见面。那好啊，我相信啊，从那些人当中，肯定可以找出更多成员的罪证。我们准备在府里见面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其实也没有关系，我相信不管约在什么地方见面，都会被成员发现的。只要说话的时候不要让外人接近就行了。我会特别注意的。展公子，你又去哪儿了？我上李坤家去了。你真的去了？不但去了，而且大有收获。我相信钱庄的账册里肯定有成员的名字。都还平静吗？是。此地地处偏僻，又没有地方军队驻扎，而且我们都对这里不熟悉，所以要特别注意。是，大人就在这里住1夜，如果被人惊扰到，我可就为你们试问。是。大人，这个地方还可以吧？既然是奉旨出京，任何地方都可能要去。驿馆原本就是让往来官吏暂宿之处，虽然简陋，却可免去露宿之苦。本府早就习以为常了。属下记得，当年行走江湖的时候，也常常风餐露宿。这种日子
不好过。展姑娘可曾在江湖上闯荡？那倒没有。不过她从小最爱听在下说一些江湖掌故，所以从小她对江湖上的一些小小的伎俩都摸得一清二楚。属下只是担心她和唐真在登州会闯祸。展护卫，不用担心，相信展姑娘不会有事的。但愿如此吧。对了，大人，甲铜钱由登州湘军发给胡风的禁军，那程元兼任登州湘军指挥，此案会不会跟他有关？难说。那程元虽然仗着庞太师撑腰，但却也未必敢犯下如此大罪。不过，两任通判疾病身亡，的确匪夷所思。到了登州，还是得从程元身上着手追查。公孙先生，大人，明日何时可以抵达登州城？各地驿馆之间距离30-50里不等，由此处到登州城正好是30里地。明日清晨出发，4时便可抵达。展姑娘和唐真已在登州城数日，明日到了，相信就可以告诉我们，那程元究竟是贤是愚，是忠是奸。那登州城究竟是否隐藏了不可告人的秘密？